你知道量子纠缠有多么的可怕吗？它的证实颠覆了人类现有的认知。第六感、心灵感应、超能力、灵魂可能都是存在的。人类的科技可能会有一次巨大的飞跃，它证明了心想真的会事成。人的命运真的是由心造，人真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件事你往坏处想，它就会越来越坏。就好比说我要倒霉了，那么你遇到的事情肯定很可怕。所以凡事一定要往好的地方想，往好处想，抱着美好的希望，美好的期待，好的事情才会来找你。外界只是你内心的一面镜子，全部都是你的想法吸引过来的。这就是量子纠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本自具足。所以从今天开始，正面的思考，凡事都往好处想，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好，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你会越来越有钱，你会越来越幸福。接下来这一段大家一定要反复去听，要认真去听，这里面干货是很多，你听懂了，你的认知上会有个极大的提升。首先我要给你讲6件事，不要问为什么，照着做就行了。以前觉得它是骗人的，现在才知道那都是科学。第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出差，结果赶到机场，突然被通知航班取消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发火，按照人家的提示，该退票的退票，该改签就改签。第二件事，无论你去哪里，如果你的孩子异常烦躁，哭闹不停，或者不愿意待在某个地方，强烈要求回家，那么请立即离开。第三件，如果在你离家之前，杯子突然破碎，或者孩子一直哭闹不止，无论你怎么哄都没有用，那么最好改变计划，推迟出门的时间。第四件事，如果你在出门的时候遇到小动物挡路，不要试图绕开它或者赶走它，相反的，你要耐心等待。如果它很快就离开了，那么你可以继续前行，但是如果它停留的时间超过了15分钟，不要犹豫了，立即掉头往回走吧。第5件，如果你已经很努力了，结果考试的时候却落榜了，提拔的时候却没有你的名字，做生意的时候却亏本了，记住千万不要气馁，也许这碗饭不适合你，你的天命在别处，可能就在一个你没有注意到却一直跟随你的地方。第6件，如果你已经吃过晚饭了，正在小区院子里散步，这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过来嘘寒问暖，然后叫你出去吃饭，我告诉你千万别去，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并遵守这些无法解释的规则，以确保平安吉祥。接下来我给大家说的话，我需要你认真思考，你这一生你出现的一切人事物，它都是你过去所形成能量变现成为现实的东西。物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它是变成一个色法世界，
是一个物质世界。那么这个物质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波与波干涉形成粒子状。所谓的粒子状就是呈现为物质状。那么波与波如果在没有人去观察的时候呈现为波状，所以人的观察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拿着一个杯子，当你去看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呈现了一个物质。如果你不去观察它的时候，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它就是一个能量波，不成为一个物质形态，就是它不成为任何东西，它就是一堆能量，它没有产生叠加，没有产生坍塌，没有形成波与波的干涉。你用心的去观察它，形成一种干涉，就这个能量它造成这个杯子，形成它的能量，它变成一种能量组合，它以这种方式组合，它要呈现为你能看见的样子，需要你去观察它。所以爱因斯坦在散步的时候曾经问他的助理，他说，你是真的相信那个月亮和太阳是因为我们去观察它才存在的吗？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呢？他的助理也是懵的，但是你根据量子力学的一些观点，他确实就推出这样的一种结论。我先说这个量子纠缠，当你直接或者间接给一个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发生作用的时候，你跟它之间就产生一种纠缠。那你给相互纠缠的两个事物或者两种粒子，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与它相关的其他一切存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今天你想谁，你祝福谁，你怨恨谁，都是你在给相关的人事物产生一种纠缠。当你祝福这个人的时候，那你就跟这个人产生了一种同步的纠缠。如果这个人借助你对他的祝福产生一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好的结果兑现在当下，你就会因此而受益。如果你对一个人的憎恨，对方因为你的憎恨，它产生一种不好的结果，那么它所有发生的损失同步，你就会发生对应的损失。当然，这个对应的损失传递到你这里的时候，它可能是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至于它要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具体损失，要看你怎么去分别。就像你发出一个念头向对方的时候，它就形成一种能量波。这个能量波如果对它没有产生坏的影响的情况下，就它还没有借助这个能量波产对它造成损失，这件事情它可能还不能够对你带来直接的损害。当然，你的损害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外在的，它反过来给你的一种能量波。那么这个能量波对你到底有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个涉及到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但是另外一种损害是对你来说是100%立即产生的，就是对你的习气的加强。你每恨一个人，你就会增强你的一次习气，这个是当时就产生了，就是你在发出的同时就产生了。那发出这个能量波出去，它返回来怎么对你外境产生影响，这件事情取决于它如何在你的这种能量波的影响下，然后对它造成实际损害。当它造成实际损害的同时，
你就会收到与这个你发出的不好的能量产生损失的那个当下，你就产生一个不好的能量波。这个能量波对你来说有没有变成实质性损害，就看你怎么分别。比如说，今天你就在背后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当然就是你讨厌一个人，对方就会收到一种不好的能量波来到自己的身边。这个念的投递是瞬间完成的，当你起一个念，这个能量波就瞬间来到他的身边，来到他的周围，来到他的磁场周围。至于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他在分别的时候，他在起心动念的时候，那么你这个能量波就对他来说的形成了一种缘起的条件，就是其中一个条件，或者就叫一份力量，就是压倒骆驼总是有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恰恰是你们这一个能量波对他身心状态产生一种冲击，这种冲击一下子让他变得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为什么每次你在加班的时候，你的手机从来不会响，但只要你去酒吧或者去其他地方玩，你太太的电话就一定准时出现，问你在哪里。为什么她的第六感这么准呢？其实并不是她第六感特别强，而是你告诉她的，是你的起心动念告诉她的。你的念和她发生了纠缠，尤其是跟你有关的人，比如你的伴侣跟你有关，他就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他就会莫名其妙打电话给你，就是因为你的起心动念，特别是你做贼心虚的能量波，对你太太形成了纠缠，而纠缠的结果就是你太太感应到不安感，她就会起一个念，她就会想你，想知道你在干什么，她甚至会怀疑你，所以就会莫名其妙地打电话给你。你只要一动念一做坏事，她就会莫名其妙有感觉。这就是念的纠缠，有了纠缠才会有缘，也就是有高维能量的关系，你才会看到缘起缘灭，才会有一切的存在和发生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佛家所讲的因缘果报的关系。你现在的所有发生的起心动念，都有可能是你过去曾经发生的念，给某些众生、某些人产生了一种纠缠，这些众生在利用你这个能量已经变成一种结果，事实的时候，反作用力回来的一种能量对你立马产生影响，然后你突然感觉到内心好像有一种失落感、伤心感，一种烦躁，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遇到这个事儿，就是觉得有点烦躁。那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你过去你的恶念，别人已经利用你这种恶的能量对它产生实质性的损失。当它这个事实产生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这个能量已经被它享用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恶意已经对别人造成实质性损失，那么你这个因果链条就成立了。这个因果链条成立了之后，在它变现为事实当下，因为你是跟它量子纠缠在一起的，你当下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立马就反馈到你这里，然后你莫名其妙就产生一种伤感，或者说烦躁。如果我们过去的习惯
经常发出这种怨恨，就对谁都怨恨。周围的人你都发出怨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向外释放我们的负能量，这些负能量在不间断地对别人产生影响，那别人因为你的负能量产生影响，也同时在向你反馈，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一种信号：我已经享用了你对我的恶念大餐，我已经受到这种伤害了。你当下你就会收到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多个方面的负面能量的反馈信息来到你这里，突然莫名其妙就狂心大躁，狂心不歇，然后突然就变得神经失常，不正常。所谓的神经不正常，比如说你突然起了嫉妒心、烦躁、怨恨心，心突然不安，你就能感觉得到，但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你说不出原因来，就是跟你有纠缠关系的那边的状态发生了变化，这就是量子纠缠。只要一方发生变化的同时，当下你这边就会有变化，内心就会有变化。量子纠缠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网络，随时都在缘起缘灭，而我们人类就是在这缘起缘灭的因缘关系网络当中，量子互相纠缠着，编织着，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在整个发展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被动的选择攀援，也就是被动的被量子纠缠的因果能量关系在操控，像浮游生物一样的跟着随波逐流，生生世世的轮回往复。而开悟觉醒的人看懂了因缘果的能量关系以后，就会明白通过多多的播种善因来改变调整自己的因果和人生轨迹。他们也看清了整个宇宙是一体的，他们就会选择随缘不变，再也不会去被动的攀援，而是选择跟着自己的内心来操控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想要摆脱自己原先的人生轨迹，其实很简单，就是向内观察。你要做的仅仅是操心内在，小心外在，把精力投入到内在智慧和能量的提升上，不要去执着外在的结果。内在提升了，外在一定提升，这叫厚德载物。内在下降了，外在也一定跟着下降，这叫德不配位。内在是意识、精神的高维世界，而外在是人事物的低维世界。高维世界决定低维世界，低维世界扰动高维世界。所以你要看清真相，找到重点。大多数人没有觉醒开悟前，都是以为外在决定内在，从而把自己的安全感、幸福感交给了外在，所以就会不停地拼命追逐身外的人事物，内心被外在塑造，外在的无常又会加剧内在的恐惧感和匮乏感，最终就会更加痛苦、焦虑、备受煎熬。恐惧感和匮乏感会深深地抑制你的爱和智慧，造成不被觉察的束缚和局限，最终在低水平的人生里打转。那么我们现在到底给多少人事物和多少众生纠缠在一起？数得清吗？数不清。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和多少生命量子纠缠在一起，过去发出的这些能量都在这个宇宙虚空存留，就存在这里。当它们还没有被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的时候，它就像能量一样存在着。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随喜为什么会有功德。随喜就是别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不是嫉妒他，而是随喜他。他做这件好事，它是一个正向能量，你一随喜就给这个能量进行同频共振，就产生纠缠，所以与你有关的正能量就特别多，然后做什么事都特别容易成。我们修行就是把我们的念能够训练在一种稳定的状态，习惯上是善念，你的磁场就是积极向上的，你就会有好运。那量子纠缠到底和我们的修行和生命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在量子的世界里，微观粒子的运动具有天然的随机性，在任何一个时刻，如果它们没有被观察，那么谁也无法预测和确定这个微观粒子此时此刻究竟运动到了什么地方，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直到我们开始进行观察的那一刻之前，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都是随机的、无常的。但是当我们以观察的形式介入，它的状态就会立刻随之发生变化，由随机的、无序的变成了固定的、不变的。这种量子纠缠之下的运动状态，在你开始真正对它进行观察的一瞬间都停止了。这就是量子世界的一个神奇之处，我们的观察竟然真的会影响到微观粒子的状态。面对微观粒子的随机而又不可预知的运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观察。就像薛定谔的猫，你想知道猫是死的还是活的，让猫的状态确定下来，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开门观察。只有观察才可以让随机而又无序的运动固定下来，否则这只猫就会一直在死死活活的状态之间随机的徘徊变化着。一切的缘起都是念起，而一切的起心动念之处，正是我们这个肉人内部能量开始流动的地方。你的一切起心动念都会在刹那之间转化为在你体内流动的能量，这些能量其实就是你的情绪，所以情绪根本没办法管理和控制。要怎么去管理和控制这些流动而又不确定的能量呢？你又不是超人。那么回到修行上来，我不止一次地讲过，化解业力纠缠之下所产生的情绪能量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内观。只有内观才可以化解我们体内流动着的负面能量，也就是负面情绪。只有内观才可以让无意识的纠缠停止。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运动着的微观粒子，这些流动着的体内的能量，如果在内观之下停止了、消散了、被化解了，那么它们到底去哪里了呢？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它们正是通过观转化为了你临在于此刻当下的自由意识，通过一次次伟大的自我观察，意识才得以获得临在和提升。这就是心经中所讲的观自在，这就是明心见性。
这就是修行的真谛。量子纠缠理论很好地诠释了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源源聚合之下的能量流动。所谓的量子纠缠，其本质就是业力纠缠。在这个红尘世界中，你在源源不断的业力纠缠之下，通过眼耳鼻舌身意不断发生的种种自动化的头脑反应，不断的起心动念，这就是五蕴当中的色。而这些在错综复杂的业力纠缠之下不断升起的起心动念，又会全部转化为我们体内流动的能量。这些流动的能量就是你这个肉人的领纳感受，就是你的情绪，这就是五蕴中的受。注意，当你失去了观察，当你陷入在这种无序的起心动念和情绪的感受之中的时候，那么你就是无意识的，你就变成了一个横冲乱撞的到处造业的无意识的木偶人。因为观则你在，意识在，觉知在；不观则你不在，意识不在，觉知不在。每一个可怜的肉人，在色和受的不断作用之下，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维反应机制，以及在这些反应机制之下对应的种种造作行为，最后就有了区分和代表着这个肉人的各种称谓标识。它们分别就是五蕴中的想、行和识，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一直都在缘起缘灭、增减变化着的不确定、不固定、空无自性，随时都在业力纠缠之下所显化的虚像中造作着的无意识的我。所以心经才告诉我们，五蕴皆空，五蕴空就是我空，五蕴空就是无我。你一直以来执着不放的，一分一秒都害怕失去的那个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你若不去观，哪里会有真正的我呢？你若不去观，你就只是一个随波逐流于量子纠缠之中的无意识的木偶，而不自知罢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的发生其实只是在纠缠之下所显化的虚像，都会随着你深刻而伟大的自我观察，随着你的内观在刹那间停止。但是注意，这个观的对象并不是让你用眼睛去看这个三维世界里的人事物，而是去观察那些随机的纠缠、缘起，去观你无意识的自动化反应，去观藏在你体内流动着的情绪能量背后的起心动念。当你开始真正的去观的一刹那，就像量子世界中的微观粒子被观察到的一刹那一样，这种在纠缠之下所显化的虚像终于被打破了，被化解了。此时空性的另一面出现了，那就是如如不动的自性本来。点亮心灯，自然通透。什么是世界观？那就是人对这个世界本源的看法。现在请你想一下，如果人类不存在了，那么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吗？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量子纠缠前提是心很清净，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决定着在纠缠什么，匹配什么。说到底就是你的想法，你的善意或恶意，
以及你持续的动作，最终决定了你世界里的所有。如果从现在开始，你能够认识自我，亲近自我，填充自我，超越自我，你就可以创造出自己理想的生活。日常多发散善意的意识，因为每一个意识都会形成印记，遍布宇宙，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会化作你生活的一部分。真正达到大彻大悟的人，根本就不会管什么人生轨迹，他们自己可以时刻觉察自己，从而达到如不动的状态。当你们还在纠缠的为啥不喜欢、不爱你的时候，为此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的时候，开悟觉醒的人已经在自己的内在感受着整个宇宙的博大，而你也根本没想过，这也是你可以轻松就能够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去纠缠，你就是一团自在的量子。你不断纠缠，你就会被各种因果和业力所牵绊，毫无自在可言。我们的宇宙是多维全维的，本来的我们是通达全维宇宙，自由自在的宇宙意识。可我们的意识量子一旦纠缠执念低维人世间的各种情爱、名利、钱权、财色这些有限的频率，我们便失去了本来的自在，就会驻植在三维人世间的游戏场景和一切外向现象当中，看不到本质，意识能量就会变得低维、低频了。关键在于我们纠缠不纠缠，执念不执念。我们越是驻植在外向之上，跟随自己的小我欲望不断地向外追求，我们就越是在不断的自我消耗，生活中就会不自觉地播种各种不善的因，造作各种不善的业，然后又反过来被自己造作的业力所牵绊，迷失在自己的低维因果之中，生活中受自己大脑的操控，被自己的各种习气惯性所驱使，被自己的各种情绪所左右，被自己生活周围的环境所裹挟。看似生活中是自己的选择，其实都是被业力、习气、惯性、大脑、情绪环境所影响，被动的选择。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己意识能量的纠缠和执念。我们的任务是跳出这一切低维因果和业力的掌控，充分运用宇宙所赋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和武器——自由意志。不要驻植在外向上，向内而求，看清我们的因果，选择自然的接纳，然后活在当下。不要跟随大脑思绪乱飞，要随缘而动，不断累积德行。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一团自在的量子，是量子背后的空无，与天地合一，和庄子一起大鹏展翅，扶摇直上9万里，心量无限的博大。只要我们不纠缠，我们就一直自由自在，包容一切。一旦我们纠缠世间的外向，瞬间就会变得不自由了。我们要主动的选择自在，而不是被动的选择纠缠。问题出在我们有太多的放不下，放不下世间权、钱、名利、情、色、受想行识的一切外在。关键又在于我们放不下游戏角色
这个我的感受。各种感受让我们以为这个游戏世界是真实的，可在游戏世界的感受若不真实，游戏就没法玩。要想真正把游戏玩明白，需要我们跳出游戏，看游戏，玩游戏，在游戏场景中体悟，你不仅仅是游戏角色，更是创造游戏的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太当回事，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就会驻植在游戏角色的小我当中，注向执念。不把小我的感受当回事儿，你就会自然的自在包容。谁能把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玩得心量博大，自由自在，无烦无恼，对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都心怀感恩和慈悲，才是真正的游戏玩家。因为这就是本来的你我。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从现在起，在评论区留下一句随喜赞叹，爱出者爱返，祝福别人就是祝福自己，一切万法唯心所现。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